它集直升机的打击能力、气垫艇的运输能力和突击车的快速打击能力于一体，具备较强的两栖作战和执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它还配备有导弹、舰炮、近距离防御等武器系统，具备较强的自防御能力。我觉得光看装备就害怕，一发雄风飞弹太划算了，搞定。听了我们都觉得很想笑。很多台湾的将军很专业化的也没有很。对啊，那解放军他们发了很多文说这个鱼撒弹啊，这个鱼笨将于北辰这个撒弹退将，造成了两岸的人民、两岸的军方对他是嘲笑啊。这么大的万吨战舰，舵盘一定不小，你一个女兵能转得动吗？多五，又多五。海南舰是我国自主研制的075型两栖攻击舰的首舰，舷号31，配备有导弹、舰炮、近距离防御等武器系统，具备较强的自防御能力。借助每天对舰炮维护的机会，从内而外摸透所有零部件，再到每一次的演练，不管实弹还是模拟，我都会在演练结束后分析射击数据，不断总结来摸清舰炮底数，从而形成最大战斗力。海南舰具备较强的两栖作战和执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它的甲板布局和航空母舰类似，采用全通甲板。舰载机起降部署，舰载机起降部署。起飞后左转出航，向机降点出击。紧凑型的编导式布局，最大限度提高甲板作业面积。有一部舷内升降机和一部尾部升降机，用以快速调运直升机。把每次训练当成一场战斗，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升我们的作战能力，锤炼我们过硬的作战本领。我们的调运的速度直接决定了舰载直升机出动的速度，这也是海南舰战斗力建设中急于攻克的最直面的问题。在我们面前其实是一片空白，没有现成的教案，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我们是首舰，自然有攻克这些卡点的责任。舰载机准备着舰。上车前准备完毕，是否上车请示。726型气垫登陆艇是我国自主研制的中型气垫艇，排水量约160吨，能搭载一辆重型坦克或几十名全副武装的士兵，能以60节的速度冲上岸滩，实现人员和装备不沾水的登陆。舰艇重量大，体积大，任何碰撞都会对舰艇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因此每一步操作都要在引导员的引导下小心翼翼地完成，以保证舰艇能够顺利安全地进屋。05式两栖战车采用了最先进的动力系统，最大水上速度能达到每小时25千米以上。这些装备的组合都大大加强了海南舰的作战能力。舰载直升机气垫艇的连续多波式出动回收能力是两栖攻击舰的一项核心作战能力。我们坚持实战导向，不断夯实训练基础，增进战位协同，强化体系练兵，平台综合作战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海上补给部署，准备1号、3号、7号横向补给，航向动拐洞。淡水补给完毕，解除海上补给部署。机电部门是舰艇的核心存在，主要负责舰艇的主动力装置和辅助机械的正常运转，以此保证舰艇的航行动力，满足全舰装备、人员、
对油、水、气、电的供给需求。要想带动这么大一艘舰，所配备的机器大都是高转速的大功率机器，一旦发生事故，后果是非常严重的。2栖攻击舰。我觉得光看装备就害怕，因为现在我们台湾海峡的防卫作战，我们台海就是100多公里而已，对，所以为什么需要一个这么大一艘的4万吨级2栖攻击舰？它肚子可以装多少东西？上面可以放30架直升机，它肚子里面还可以放气垫船，还可以放小型的登陆艇，还可以放水陆战车，还可以容得下超过1个陆战旅的兵力。那渡海而来的时候，其实就充满了风险。我们有各种武器可以去这么大的一个目标。这么大4万多吨，它跑得最快25节而已。25节，我们的雄风飞弹可以多快啊？我一发飞弹换你一艘舰，那一艘舰不是一艘船而已哦，里面载满了士兵，对，载满了水陆的登陆坦克，载满了气垫船，上面还有30架飞机，对，一发雄风飞弹，太划算了，搞定。恐怕没有那么容易了，因为在海上你要把一艘战舰找到，坦白说也不是那么容易。第二个，基本上来讲的话，一般来讲，像这种航母或者是2栖攻击舰啊，他们的钢板、甲板都很厚，他们都非常的厚，而且它的材料比较不一样，所以你这个导弹的这个钻的能力，还有冲击的能力。这个事实上是要检验的，因为有的时候你打掉就好像我们去拿那个弹弓去射那个大象，那大象碰一下，它的皮就这样掉，它皮就动，它可能连反应都没有。有的时候是这样子，例如说我们也曾经有过国民党的一个老掌柜，他也曾经说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导弹去打这个长江三峡这个大坝，一打了以后就破了，这个水就淹过来。那我们听了我们都觉得很想笑，就是因为他把那个大坝想成是纸糊做的，可是你想你要挡住那个洪水，挡住那个你要承受那个整个长江三峡的那么大的一个水库，你想想看，它那个夯土的那个承受力道会那是原子弹级的，才有办法攻破它。那你看，可是你会看到台湾的政客，他就会跟你说啊，这样我们一炸它呢就破了，然后就水就剩下来，淹死了长江三峡的这个百姓。你可以看到他们的想象，然后一方面很残忍，二方面很没有人道，三方面很没知识。俞北辰他因为陆军啊。台湾的将军很多嘛，那台湾的将军很多，台湾的将军很专业化的也没有很多。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打航母，并不是说把航母打沉，是把航母的动力打掉。对，所以雄风飞弹可以搞得定啊，打坏它的动力。这个赖老师在翻白眼。某个研发的高官现在退伍了，年纪大了，你奖章也领，官也升了，最后你告诉我雄三飞弹没用。上个礼拜我在这边说，我说你的雄风飞弹可以多快啊？我一发飞弹换你一艘舰，对，一发雄风飞弹，太划算了，搞定，哇，不得了，铺天盖地在骂我，然后真的，哇，我被骂翻了，你知道吗？你谁骂？我如果被对岸骂 ，OK， 对啊，不是，对岸的解放军他们发了很多文，说这个鱼傻蛋啊，这个笨将啊，说要用一艘雄三飞弹要来换掉我一个4万吨的船啊，这根本是痴人说梦啊，就是哇啦，叫他醒一醒，解放军骂我不正常，但是现在慢慢骂我的不是我们内有一些。我的学长，居然引用了那个对岸的文章，俞北辰这个傻蛋退将，造成了两岸的人民、两岸的军方对他是嘲笑啊，说这个军不学无术啊，一发雄三飞弹居然就可以毁掉我们一艘2栖登陆舰，这是笑死人了啊，非常好笑。那这个在到处渲染这个文章的人，居然是曾经这个主导这个雄三飞弹研发的，不是张成哈，我想不是张成，是某个研发的高官，现在退伍了，年纪大了。你奖章也领，官也升了，最后你告诉我雄三飞弹没用，这怎么会这样呢？我陆军跳出来帮所有的海军背书，说你这个雄三飞弹是有用，居然跳出来说没有啦，一发怎么打得少一艘船，不要痴人说梦。那当时你干嘛研发这个玩意儿？对不对？我在军中，陆军你就告诉我没有关系，你们陆军好好守到，我们海军有雄三飞弹，我们有天宫飞弹，一定可以帮你们守住好好。陆军你们的决战不会拿胜，我们海军就守住了。我当然相信你们啊，我当然相信三军一体啊，我当然相信你啊。可现在我跳出来帮忙捍卫海军的时候，居然这些海军的前辈居然告诉我别傻了，办不到了，我们没那么强啦。说那你以前不是这样跟我讲的啊？将军，请问一下，听到那一段的时候，就看到那个时候心里面什么？流泪啊！我真的是流泪。2021年4月23号，海军3艘主战舰艇在海南三亚某军港交接入列。主席同志，海军海南舰1艘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下座开战！随后，
习近平登上新入列舰艇，检阅舰艇仪仗队。海南舰作为3艘中最大的军舰，格外引人注目。而首艘2栖攻击舰以省份命名，体现了它的地位和作用。我们一定会将主席的关怀转化为实际行动，精武强能，争当坚兵，牢记使命责任，苦练打赢本领，努力为强军事业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请习主席放心，请祖国和人民放心。能够接受习主席的检阅，让我深感光荣。我庆幸自己赶上了海军转型发展的好时代。海南舰上的硬核装备让我们打赢底气越来越足。我们一定用好祖国和人民交给我们的装备，不忘领袖的嘱托，真正做到舰由我操纵，我听党指挥。海南舰填补了我国海军2栖作战的一个空白，它彻底改变了登陆战争的样式。它集直升机的打击能力、气垫艇的运输能力和突击车的快速打击能力于一体，可谓钻指成全，使我国远海作战力量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首任首责，也必将首任全责。海南舰作为首艘2栖攻击舰，我们做的每一次创新，取得的每一个成果，都是为了将来的登陆作战打下基础。海南舰的全体官兵也必然将以建设2栖作战海上先锋作为自己的使命担当，对标实战进行深入探索，用好装备，练硬本领，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海军建设成为世界一流海军而不懈奋斗。